你知道这么多孙悟空扮演者中，谁才是最受欢迎的吗？为此我盘点了15个不同版本的孙悟空，以便大家比较和分析，看看谁才是你心中的齐天大圣。第15，黄子韬。这个版本的孙悟空来自魔改网剧《大话西游之爱你1万年》，从名字上或许就知道，这是一部致敬星爷的影视作品。然而至尊宝这一形象是星爷自创的，所以极其符合他本人那种无厘头形象。可把这些放在黄子韬身上，那真是尴尬都要抠出30亿听。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，但是我没有好好珍惜。直到逝去之后，我才后悔莫及。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上一个期限的话，我希望是1万年，1万年。一个字，绝。第14，吴越。这一版本的孙悟空知名度并不高，因此提到孙悟空时，很少有人会联想到他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版本的孙悟空面具制作的太好了，好到一眼就能认出是假的，并且有些剧情总感觉悟空表现得过于娘气。但必须要承认一点的是，吴越的演技还是非常在线的，尤其是在打戏方面显得干净利落，就是脸部造型有些奇怪。总的来说，这版的孙悟空看起来中规中矩。第13，葛星瑜。他扮演的孙悟空出自于《西游降魔篇》，从外观来看，他的形象最符合原著，因为用一个字来形容，那就是丑。不过好在他饰演的孙悟空成功把猴子的野性演绎得淋漓尽致。为了能够演好这个角色，葛星瑜在拍摄的过程中吃了不少苦头。在40多度的高温下，他穿着笨重的剧服，画着厚重的妆容，完成了各种各样的高难度动作。重点是那年他才12岁，这无疑是相当不易的。但可惜在这个颜值的时代，他最终还是被观众们遗忘了。第12，费振翔。自从86版《西游记》上映之后，六小龄童几乎成了人们心目中孙悟空的代表。在观众看来，只有六小龄童才能演绎出孙悟空的灵性，认为他才是最符合原著中对角色的设定。因此，观众们对费振翔演的孙悟空几乎都怀有一种挑剔的心态去看这部剧。然而，费振翔在整个剧中所呈现的孙悟空形象，虽然无法与六小龄童相媲美，但总体来说给人留下了相当不错的印象。至少他呈现的孙悟空更加人性化，相较于其他版本中神魔乱舞的场面，可以说进步了太多。第11，陈浩民。他饰演的孙悟空其实是当时张卫健版本火了之后的续集，但是拍摄方却因为酬劳问题，以至于张卫健没有继续拍摄，所以才找来了新人陈浩民顶替。虽说没有张卫健的人气高，但总体来说还算可以，毕竟当年还是个小鲜肉。不过可惜的是，他饰演的孙悟空压根就没有自己的风格，整体都在模仿张卫健版本，就连造型也是如此，所以看起来就有点生硬，不过也算得上是中规中矩。第10，李连杰。一位杰出的功夫演员，他曾塑造过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角色。然而在电影《功夫之王》中，他扮演的孙悟空却引发了广泛争议，因为李连杰饰演的孙悟空总感觉老了点，压根就没有猴子那股子野性和活力，或许也是他年龄的原因吧。不过影视中最大的亮点就是成龙、李连杰同台较量的场面了。总的来说，这版孙悟空有着另一种风格魅力。第9，甄子丹。你可能不知道，身为功夫巨星的甄子丹在电影《大闹天宫》中也饰演过孙悟空，不过就是这泼猴的造型有点不尽人意，毕竟毛发过于旺盛。但好在甄子丹演出了猴子的灵动和机敏，也演出了猴子刚从石头里蹦出来的那种懵懂和纯真。可以说这版本孙悟空整体还是不错。第8，郭富城。当天王饰演孙悟空时，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呢？首先从造型来看，这火炬一样的发型和大头套，把天王照的根本认不出来是谁。其次，动作设计方面有待改进。孙悟空是一位身手矫健、灵活异常的角色，然而在一些动作场景中，郭富城的表现显得有些生硬。不过好在演技方面还是在线的，总而言之还行。第7，林更新。又名91少女的梦。她在《西游降魔篇》中饰演的孙悟空，与我们平时印象中的孙悟空完全不同。不仅少了调皮多动的性格之外，林更新饰演的孙悟空黑化情节还偏浓重一些，性格也十分古怪，而且看上去就像个要饭的。不过好在林更新痞帅的，这才成功把孙悟空那股子桀骜不驯的性格表达了出来。第6，曹荣。曹荣曾在《西游记后传》中饰演过孙悟空，他不仅还原了角色本身的聪慧善良，还巧妙演绎了孙悟空超越尘世的佛性，无论在情感还是智慧上都做到了淋漓尽致，可以说完美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孙悟空。曹荣凭借当年的精彩表演，一度赢得许多粉丝的喜爱，还被誉为史上最英俊孙悟空。不过有一点要吐槽的是，在他每次打斗的过程中，动作戏屡次重复好几遍，这一点属实让人看得有些心累。第5，丁健。丁健塑造的孙悟空也是相当成功，多年过去仍然令人难忘，堪称经典。除了在86版《西游记》中的成功演绎外，他还在《宝莲灯前传》《宝莲灯》以及《魔幻手机》等多部影视剧中扮演了孙悟空一角。然而与六小龄童相比，丁健的孙悟空更加灵活多变，他能够根据不同剧情的需要，灵活微调角色个性，展现出更加多面的孙悟空形象。而六小龄童则把一个模式演得炉火纯青。总而言之，他饰演的孙悟空不输六小龄童，可就是命没有他好。第4，彭于晏。不得不说，国民男神彭于晏饰演的孙悟空是真的帅。他在《悟空传》中分别扮演了不同形态的孙悟空。在人形孙悟空上，彭于晏的表现让人印象深刻，他的动作敏捷，神态妙趣横生，看起来还是个挺英俊的帅小伙。而在猴形孙悟空上，彭于晏更是通过精湛表演，将其变成
成了一个狰狞可怖的恶魔，无论是造型、面部表情以及奇特的声音，都令观众难以忘怀。第三，张卫健，他在96版《西游记》中饰演的孙悟空，古灵精怪，灵气逼人，虽然备受赞誉，但也遭到了一些争议。很多人都说他是最不符合原著的一个形象，而且有时会采取一些夸张的表演手法，让观众感到过于戏剧化，一点都不真实。虽然存在一些争议，但他在表演中灵活运用了武打技巧，成功的展现了孙悟空的英勇和机智。尤其是在喜剧元素的处理上，张卫健的表演被认为非常生动有趣，甚至一度让观众欢笑连连，记忆深刻。正所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观点，而我认为张卫健确实帅。第二，六小龄童，六小龄童扮演的孙悟空可谓是堪称一绝。他在86版《西游记》中的出色表演，不仅让孙悟空这个角色深入人心，更为整个影视行业树立了标杆。首先，他对猴子的灵动自然、情绪把控、眼神的控制都演绎得非常生动形象。其次，观众们可以在他的表演中清晰地感受到孙悟空的独特魅力。此外，无论拍摄过程中有多艰难，他始终保持着专业的态度，为观众呈现出了一场又一场精彩绝伦的表演。总的来说，六小龄童扮演孙悟空的表演可谓是精湛无忧，用8个字来形容他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第一，周星驰在电影《大话西游》中，周星驰扮演的齐天大圣孙悟空非常引人注目。这个角色不仅顽皮聪明，还特别有善心。他通过夸张的动作和无厘头的语言，成功勾勒出了一个全新的孙悟空。整部影片中，星爷的喜剧表演贯穿始终，既有调皮捣蛋的一面，也展现了深厚的友谊和义气，生动地描绘了齐天大圣的幽默和个性特点。总的来说，周星驰通过他独特的表演风格，使得这部电影在喜剧领域独树一帜，成为经典之作。